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陆佩女士冒险带着癌症晚期的父亲来台就医的经历。这个故事不仅令人动容，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两岸医疗体系的差异。柳云是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客户，当初她通过我的牵线搭桥，认识了现在的台湾丈夫阿明。两人结婚5年，感情一直很稳定。阿明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柳云则是在家经营一家网店。他们的生活原本平静美满，直到去年，柳云接到大陆老家的电话，得知父亲被诊断出胃癌晚期。丽姐，我爸爸被查出胃癌晚期，大陆医生说最多只能活3个月了。柳云哭着给我打电话时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绝望与无助。大陆医院说已经没得治了，建议我们回家等死，还说化疗都没必要做了，太折磨人了。柳云的父亲柳叔叔今年才60岁，退休没多久，原本计划着和老伴一起环游祖国大好河山，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癌症打乱了所有计划。柳叔叔在当地3甲医院检查后，医生直接判了死刑，说肿瘤已经扩散到肝脏和腹膜，属于胃癌晚期，治疗意义不大。阿明得知岳父的情况后，马上联系了台北一位医学院的同学。这位同学现在是台大医院的肿瘤科医生。我同学说，不看到病人和检查报告不能下结论。台湾的癌症治疗水平很高，或许还有救。就这样，柳云夫妇冒险决定申请紧急医疗签证，把柳叔叔接来台湾就医。这个决定可不容易啊！大家知道，医疗保险体系是不互通的。来台湾看病意味着要全额自费，这笔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而且柳叔叔身体状况不佳，长途旅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阿明的同学说，台湾的癌症5年存活率已经接近60%，比大陆高出很多。台湾医生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病人，即使是晚期癌症，也有多种治疗方案可以尝试。柳云带着一线希望，开始准备各种手续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明就带着柳叔叔去了台大医院。台湾的大医院虽然人多，但秩序井然。最让柳云惊讶的是，医生居然足足花了40分钟，仔细询问病史、检查报告，并亲自为柳叔叔做了全面检查。丽姐，台湾医生太认真了，在大陆，大医院的专家号一般3分钟就结束了，根本来不及说清楚情况，医生就已经在写处方了。但这里的医生不仅认真听我们说，还会问很多细节问题，甚至连爸爸的饮食习惯、生活方式都详细询问了。这位台湾医生的态度让柳叔叔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。检查报告出来后，台大医院立即组织了多学科会诊，肿瘤科、放射科、外科、营养科等多个部门的专家齐聚一堂，共同讨论柳叔叔的治疗方案。爸爸的肿瘤虽然已经扩散，但基因检测显示对某些靶向药物可能有良好反应。我们建议先进行新型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，控制肿瘤生长，然后评估是否可以手术。主治医生如是说，柳云傻眼了。在大陆，医生直接说没救了，连化疗都不建议做。而这里的医生却给出了这么详细的治疗计划，甚至还考虑到了手术的可能性。更让他们惊讶的是，台湾医生不仅仅关注疾病本身，还非常重视病人的生活质量。医院安排了专门的癌症个案管理师，全程协助柳叔叔应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。营养师根据柳叔叔的情况，量身定制了饮食计划。心理咨询师定期和柳叔叔交流，帮助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医生告诉我们，癌症治疗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短跑。他们强调要全方位照顾病人，包括身体和心理。医生说，有很多晚期病人因为良好的照护和积极的心态，生存期远远超过了预期。柳云激动地说，治疗开始后，柳叔叔的状况确实逐渐好转。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的副作用比传统化疗要小得多，柳叔叔的食欲改善了，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。2个月后的复查显示，肿瘤有明显缩小，肝脏转移灶也有所控制。台湾医生太神奇了，爸爸现在能自己下床走路了，还能吃下小半碗粥，脸色也红润多了。柳云欣喜若狂，大陆医生说的3个月早就过去了。爸爸不但没走，反而越来越有精神了。
治疗4个月后，台大医院的多学科团队再次召开会议，讨论柳叔叔的手术可能性。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经过前期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，柳叔叔的肿瘤已经缩小到可以考虑手术切除的程度。根据最新检查结果，我们认为可以尝试手术切除原发灶，然后继续靶向治疗控制转移灶。虽然风险仍然很高，但值得一试。主治医生郑重地对柳云一家说。柳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陆的亲戚，引起了一片哗然。不可能吧？晚期胃癌还能手术？台湾医生是不是为了赚钱乱来啊？柳叔叔的弟弟甚至专门咨询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的专家，得到的回答是，晚期已经转移的胃癌，手术意义不大，风险太高。面对亲友的质疑，柳云夫妇很是纠结。此时，台大医院的态度再次让他们感动。主治医生不但没有因为他们的犹豫而生气，反而主动安排他们和已经成功接受类似治疗的患者见面，分享经验。医生说，他尊重我们的任何决定，无论是否选择手术，医院都会全力以赴提供最好的治疗。他甚至说，如果我们想再去其他医院咨询第二意见，他可以帮忙整理所有检查资料和病历。柳云说到这里，声音哽咽。丽姐，你能想象吗？在大陆，许多患者连自己的检查报告都看不到，更不用说医生会主动建议你去找别人咨询了。最终，在充分了解风险和收益后，柳叔叔决定接受手术。手术非常成功，医生切除了胃部的原发肿瘤以及周围受影响的淋巴结。术后，柳叔叔恢复得很快，1周后就能下床活动了。台湾医院的护理水平真的太棒了。柳云感慨道，每天都有专人帮爸爸翻身擦洗，教他做术后康复运动。护士每次进病房都会先敲门，称呼病人为柳先生而不是床号。即使是半夜3点按铃，护士也会马上过来，而且态度超好。这让我想起了大陆医院的现状。虽然近年来大陆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提升，但医患关系却一直紧张。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，3甲医院人满为患，医生疲于应付大量病人，往往无暇顾及病人的感受，而台湾医疗体系更注重人文关怀。医生护士把病人当成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病例。丽姐，你知道台湾医生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态度吗？柳云问我。经过了解，我发现台湾的医患关系之所以相对和谐，与其医疗体系的设计密不可分。首先，台湾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，覆盖率超过 99%， 大部分医疗费用由健保支付，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。虽然柳叔叔作为陆配父亲需要自费，但相比国际医疗价格，台湾的医疗费用仍然相对合理。其次，台湾医院普遍实行预约制，大大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。医生能有充足时间为每位病人诊疗，不必像大陆医生那样在短时间内看几十上百个病人。第三，台湾医疗机构非常重视病人知情权和隐私权，医生会详细解释病情、治疗方案、可能的风险和预后，让病人及家属充分参与医疗决策。爸爸的主治医生还给了我们他的私人手机号码，说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咨询。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啊，柳云感慨道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医院环境也比大陆更加人性化，病房宽敞明亮，探视时间灵活，家属可以陪护。医院里甚至有志工服务，免费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各种帮助。手术后的第3个月，柳叔叔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。虽然癌症没有完全康复，但已经控制得很好。医生评估他至少还能活2到3年，甚至更久。这对于一个被大陆医生宣判只有3个月的晚期胃癌患者来说，简直是奇迹。往往无暇顾及病人的感受，而台湾医疗体系更注重人文关怀。医生护士把病人当成需要帮助的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病例。丽姐，你知道台湾医生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态度吗？柳云问我。经过了解，我发现台湾的医患关系之所以相对和谐，与其医疗体系的设计密不可分。首先，台湾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，覆盖率超过 99%， 大部分医疗费用由健保支付，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。虽然柳叔叔作为陆配父亲需要自费，但相比国际医疗价格，台湾的医疗费用仍然相对合理。其次，台湾医院普遍实行预约制，
大大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。医生能有充足时间为每位病人诊疗，不必像大陆医生那样在短时间内看几十上百个病人。第三，台湾医疗机构非常重视病人知情权和隐私权。医生会详细解释病情、治疗方案、可能的风险和预后，让病人及家属充分参与医疗决策。爸爸的主治医生还给了我们他的私人手机号码，说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咨询。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啊，柳云感慨道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医院环境也比大陆更加人性化。病房宽敞明亮，探视时间灵活，家属可以陪护。医院里甚至有志工服务，免费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各种帮助。手术后的第3个月，柳叔叔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。虽然癌症没有完全康复，但已经控制得很好。医生评估他至少还能活2到3年，甚至更久。这对于一个被大陆医生宣判只有3个月的晚期胃癌患者来说，简直是奇迹。爸爸现在每天都能下楼散步了，还能吃1小碗饭，体重也增加了5公斤。柳云笑着说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活到看见孙子出生的那一天。这个消息也传回了大陆，柳叔叔的老家医院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柳云专门把台湾医生的诊疗方案翻译成简体字，寄给了大陆的主治医生。那位医生看后连连摇头，没想到台湾的癌症治疗这么先进。这个治疗方案在我们这里确实还没普及。柳云的经历在两岸陆配圈子里传开后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很多人开始咨询如何带家人来台就医。我必须提醒大家，台湾的医疗资源虽好，但并非人人都适合。首先，费用问题是最大障碍，没有台湾健保的外籍人士看病费用不菲。其次，两岸往来手续复杂，签证申请也有严格要求。最后，并非所有疾病都适合长途跋涉来台治疗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真实案例确实展示了两岸医疗体系的一些差异。台湾医疗更注重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，医患沟通更充分，治疗方式更个性化，对晚期病人也不轻言放弃。而大陆医疗虽然硬件设施不断提升，但在人文关怀、医患沟通等软实力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。柳叔叔在台湾的治疗经历彻底改变了柳云一家对医疗的认知。以前我总觉得得了癌症，尤其是晚期，就等于判死刑。现在才明白，医学是不断进步的，即使是晚期癌症也有希望。柳云感慨道。治疗满半年后，柳叔叔的情况稳定到可以短期回大陆探亲了。医生特别为他准备了详细的用药说明和注意事项，还贴心地用简体字打印了一份，以便大陆的家人和医生能够理解。回到老家后，柳叔叔简直成了活奇迹，邻居们都惊讶地发现，这位几个月前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居然能自己走路，甚至还能和老朋友们一起下棋聊天了。柳叔叔的弟弟更是震惊不已，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些台湾医生到底用了什么神药啊？不是神药，是态度和方法不同。柳叔叔如是说，他向亲友们分享了在台湾治疗的经历，医生的耐心倾听，多学科团队的联合会诊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，细致入微的护理照顾，以及医护人员给予的精神支持。治疗癌症不光是治病，还要治心。台湾医生总是充满希望，他们的信心也感染了我。老家的医院得知柳叔叔的情况后，专门邀请他去做了一个小型讲座，分享台湾的癌症治疗经验。当地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承认，确实我们在晚期癌症治疗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特别是多学科协作和个性化治疗方面，台湾走在了前面。这次回大陆探亲，也让柳叔叔看到了祖国医疗水平的快速进步。现在大陆的医院设备其实已经很先进了，很多跟台湾差不多，甚至有些更新。柳叔叔说，主要差距还是在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上。回到台湾后，柳叔叔继续他的治疗。1年过去了，他不但活得比预期的3个月长得多，生活质量也相当不错。他开始计划着参加柳云怀孕的 baby shower 派对。是的，柳云怀孕了。这个好消息让全家人都激动不已。爸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等着看孙子出生。柳云握着父亲的手说。柳叔叔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在台湾治疗期间，柳叔叔也结交了不少癌友。
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些癌友中有很多是晚期患者，却活得很积极乐观。医院还组织了癌友会，定期举办各种活动，帮助患者互相鼓励，一起面对疾病。在大陆，癌症特别是晚期癌症还是一个让人谈之色变的话题。很多人讳疾忌医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患癌，甚至医生有时也不会直接告诉病人真实病情。柳叔叔说，但在台湾，人们对癌症的态度更加开放和积极。医院鼓励病人正视疾病，积极治疗，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。台湾的这种医疗文化也影响了柳叔叔本人。他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治疗经历，鼓励其他癌症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。即使是晚期，也要坚持治疗，坚持生活，每多活一天，就多一天希望。医学在进步，新的治疗方法在不断出现。柳叔叔的网络日志意外走红，吸引了不少癌症患者和家属关注。有人私信他咨询台湾的医疗情况，有人感谢他带来了希望，还有人分享了自己战胜疾病的经历。柳叔叔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充实有意义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爸爸现在每天都很忙。柳云笑着对我说，他不但要按时吃药做康复运动，还要回复网友留言，写治疗日记。他说，既然老天爷给了他这个机会，他就要帮助更多和他一样的人。2年过去了，柳叔叔的病情依然稳定。虽然癌症没有完全消失，但通过定期复查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，他的生活质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。最让他高兴的是，他如愿以偿地等到了外孙的出生。我抱着外孙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柳叔叔眼含泪水，如果当初我听从大陆医生的话，放弃治疗，怎么可能有今天？真的要感谢台湾的医生和医疗体系，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回顾这个故事，我想和大家分享几点思考。首先，医疗不仅是科学，也是一种人文关怀。台湾医疗的成功，除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外，更重要的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。医患关系的和谐源于充分的沟通、相互的尊重和信任。其次，对于重症和晚期疾病，医生的态度至关重要。过度悲观和轻言放弃，可能会剥夺患者获得更好治疗的机会。而保持希望，积极尝试新方法，则可能创造医学奇迹。第三，两岸医疗各有优势。大陆医疗在硬件设施和前沿技术研发上进步迅速，部分领域已达国际先进水平。台湾医疗则在制度设计、服务理念和人文关怀上有独特优势。两岸医疗界加强交流互鉴，将为两岸民众带来更多福祉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质量和意义。柳叔叔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中，不但延长了自己的生命，更通过分享经验帮助了其他患者，赋予了自己的生命新的意义。丽姐，我想告诉所有的癌症患者和家属，永远不要轻易放弃希望。柳云郑重地对我说，医学是不断进步的，今天的不可能，明天可能就变成可能了。找到专业负责的医生，积极配合治疗，保持良好心态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了无数两岸家庭的喜怒哀乐。柳云和阿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不仅体现在甜蜜时光中，更体现在共同面对困难的过程中。正是因为有阿明的全力支持，柳云才能带着父亲踏上这段充满未知的治疗之旅，而这段经历也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。现在每次回想起那段日子，我都觉得是一场梦。柳云感慨道，但如果没有阿明的支持，没有台湾医疗的帮助，我可能已经失去父亲了。这份恩情，我和家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希望柳云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启示和感动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面临何种困境，都请记住，只要不放弃希望，坚持寻求专业帮助，生活总会给我们惊喜。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